是我救了他，他这条烂命都是我给的。我让他往东，他绝不能往西。你敢打我？这条闪亮的丝巾是我的。3年前的那个雨夜救了叶哥哥的人也是我。只不过当时把他送到医院之后，我有急事先走，没想到被你这个贱女人冒领公主。什么？什么？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巧？你撒谎！明明是我女儿救了他。那好啊，请问你是在哪个路口，在什么场景下救的叶哥哥？我送去医院的监控记录有没有？有哪个医生、护士能为你证明？说不出来是吧？需不需要我把当时的监控录像，还有医院的缴费记录拿出来给你们看看？林小姐，当年真的是你救了我吗？当初你受伤昏迷倒在路边，是我送你去的医院，只不过时间隔得太久，我没认出你来，直到看到这条丝巾，我才想起来。缘分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啊！叶少，这回没话可说了，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这回没理由再拒绝我女儿了吧？农历2025年夏，全球顶尖武装组织暗夜裁决通过脑机接口定位系统，劫持了7位掌握量子通讯核心技术的龙国院人。此刻，他们要求的赎金是太平洋战略咽喉新海港的100年运营权。你们国主怎么还没过来？啊！我告诉你，他晚来1分钟。我就往他静脉里边注射0.1毫升的致幻剂，这位小美女马上就会给我们主动跳验了。这点事儿不用麻烦国主，你跟我谈就行。你别，我现在给你3个条件：第一，立刻释放人质；第二，带着你这帮手下马上滚出楼国；第三，给这位美丽的小姐道歉，并且赔偿她100亿的赔偿金。这3个条件少一样，得死！杂碎，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你是暗夜裁决首领白浪，个人全球战斗力排第3，但这些在我眼中只不过跟蝼蚁。找死！你们就是一个臭开安保公司的，怎么会这么强？这只是我明面上的身份，跟我熟悉的人称呼我为镇海骁龙。什么？你竟然是龙？暗夜裁决，可惜你们的黎明永远都不会到来了。放我们走，不然我真开枪了！我数3个数，把人放了。你做梦！你把3。林小姐，你不用害怕，你现在已经安全了。来，别动！先用下次用更专业的工具。你把我胸带割断啊！不好意思啊，我回头赔你一条。你又不知道我的尺码，怎么赔？不用了，我爸和其他科学家还在安全人手里，怎么办？女儿，爸，你怎么在这儿？叶少出手，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叶少，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女儿。这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正好我女儿还单身。爸，你说什么呢？我说错了吗？人家不是单身，是还没谈过恋爱。啊，对对对，我女儿说非你不嫁。抱歉啊，我已经有老婆了。啊，
少爷，少夫人已经从机场接回来了，车马上到公司楼下。林老，我还有事儿，先去接老婆了。我姐终于回来了。沈总才去国外读 MBA 1年的时间，这肚子怎么就大了？对呀，这我用了5年时间扫平海外战场。明日国主举办的风云宴上，我要告诉青年我的真实身份，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姐，你的肚子……国外的 MBA 课程确实精彩，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践课。沈清言，这是怎么回事？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沈小姐如今可是战神的女人，你一个废物也敢在战神夫人面前发罪，是不是让我现在就弄死你？战神夫人，姐，你肚子里怀的是战神的孩子。你跟我呀，虽然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但我怀孕与你无关。以你的身份，更不配知道我老公的名字。放肆！你是我家少爷的合法妻子，现在却跟奸夫做出不知羞耻的事情，我家少爷质问你，难道不应该吗？你给我闭嘴！你一个仆人，一个蝼蚁，不配跟如今的我大呼小叫。你给我听好了，我有3个条件，你必须全部满足我才会允许你继续留在我身边。第一个条件，我老公很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孩子出生以后必须由你来抚养。沈清言，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你让我养你跟你奸夫的孩子，我亲姑爷可是战神，身份何等尊贵。现在只要我女儿放出话去，就会有无数人挤破头皮替她养孩子。这是给你一个8届战胜的机会，你还敢拒绝？你女儿婚内出轨，你非但不管，还要对她歌功颂德，哼！你还有点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吗？你们这么做，就不怕别人戳脊梁骨吗？这是国家人才引进计划的批复函。我老公在外为国尽忠，居功至伟，受邀回国，而我呢，怀了他的龙子凤胎，这可是要比100万个穷人生的孩子加起来还要金贵。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肚子现在属于国家战略资。我呸！能把出轨说得这么理直气壮，你还真是不要脸。沈清言，我到现在才彻底认清你，认清你们这一家子。好了，你现在可以说出你第2个条件了。第2个条件就是将你的公司无条件的送给我老公。他从海外回国，需要有一间有资质的安保公司，方便他做事。你的正合适。等他日后成就非凡，我会在经济上给予你补偿。补偿？沈清言，你出身微末，全家都是在菜市场卖鱼的摊贩，是我手把手教你商业经营公司，我让你的父母、弟弟、7大姑8大姨都有饭吃。这些年对你们家的花销何止10亿呀！你拿什么还？难道你们忘了当年你们在菜市场把病鱼当成活鱼卖，被人掀了摊子，让人指着鼻子骂，都成了整个菜市场的笑话了？是我家少爷不嫌弃你们，救你们于水火之中的。花他点钱怎么了？啊，他娶了我姐，就应该把他的全部家产用来帮扶我们。再一个，他现在帮我姐把孩子养大，说不定还能让他认个干爹当当。这样的话，你也算是抱上了我未来姐夫的大腿。什么？这些年你赌博欠下了多少债？
都是我家少爷替你还的。你追女明星，勾搭有妇之夫，惹了多少麻烦你自己不知道吗？啊！你犯的错误都是我家少爷替你擦的屁股，你现在翻脸无情，你还有点良心吗？你们这一家子还真是一群白眼狼！你给我闭嘴！我让他给我弟弟花钱了吗？这都是他为了讨好我主动献殷勤，都是他自愿的。你还真是忘恩负义！你的眼里啊，只有那点蝇头小利，却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你不是一直好奇孩子的父亲是谁吗？那你给我听好，他便是远东最著名的雇佣兵团战狼的首领狼王段威虎。什么？他男人竟是海外雇佣兵势力的首领，那要换在国内，军队里边怎么都是大佬级别的存在呀？官方在海外不方便解决的事情，都要求他们出手，相当于海外的土皇帝呀。妈，咱家这回又发达了。威虎可是大英雄，人中豪杰。我在海外留学时遭遇武装势力的绑架，是威虎救了我。在他的战舰上，我们情投意合，无法自拔，所以便有了爱的结晶。我可是被雄狮吻过的女人，怎会再看上一条土狗？还真是够愚蠢的你！战狼佣兵团只不过是区区的三流势力，而我们家少爷那可是……好了，皮叔，不用跟他们解释那么多。沈清言，说出你第3个条件吧。你在海外的那座庄园不错，我老公已经看上了，他派手下已经驻扎进去，当做军事基地。你赶紧把这份无偿转让协议给我签了。你说什么？这个庄园是安葬我父亲，还有战死在海外的那些叔辈们。我只是让你去打理，你不仅把外人住进去，还要送给你那个奸夫。威虎可不是外人，他是我孩子的父亲，也是我此生唯一的挚爱。他能住进去，是你们叶家的福分，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感恩？还戴德？我知道你爷和你爸呢，以前当过工兵，你的家业呢也是他们留下的，但是你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贪生怕死的富二代。我新姐夫住进去啊，只会让你的房子蓬荜生辉，你懂不懂？他们的坟呢，早就被威虎挖开，骨灰扔进了大海里。一群死掉的废物，干嘛还要占据资源啊？你和你的奸夫都该死！杂碎！你侮辱我们家战神大人，该死的人是你！我劝你还是痛快点，把这份协议签，不然我就让你先下去见阎王！想动我家少爷，就给我尽管！皮叔啊，你还有老伤，让我来吧。万事少爷，别让这些狗东西脏了您的手！老不死的，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弄死他们！弄死他们！皮叔，可惜了，叶先生啊，结婚太早。如果你能够嫁给他呀，那可真是我们林家3世秀来的福气啊！别人都说他只是个继承家业的富二代，难道他还有什么其他身份啊？明日国主要召开丰龙宴，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一件大事，到时候啊，你就知道他是谁了。总感觉之前在哪见过，怎么想不起来了呢？爸，快看，叶先生好像有麻烦。一群废物，我就能把你们给弄死，还想跟战神大人叫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少爷，对不起，退役太多年，给您丢脸了。剩下的交给我了，
快给评书包扎！战神大人的车队马上就到了。什么？我亲姐夫要来了？孩子，你很快就能看到你父亲了。我老公啊，向来注重场面和礼节，你要是怠慢了他，可不就是打伤你身边的狗那么简单的事情？赶紧把那2份协议签了，否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沈清言，我希望你不会为你今天的无知和愚蠢感到后悔。后悔？我见识了世界之大，眼中皆是星辰大海，而你只是一只井底之蛙。我现在不知道多庆幸能为威虎生下孩子。好，既然你不留余地，那我也不讲情面。印章就在这儿，有本事你就过来拿呀！废物，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我姐夫的手下高手都在这儿，他们可是上过战场的工兵。就你个狗屁不是的废物还敢挑衅，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既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便让你见识见识。红狼，去把印章拿过来。一个垃圾，还不配我亲自出手。你去。我的手啊！他手上藏了东西。喂，连个杂碎都收拾不。你上，小子，有种把你藏在身上的东西拿出来。好沉，这起码有上百斤啊！100斤？何止啊，那是高密度复合材料，有200斤重啊！他把那么重的东西带在身上，之前还轻易打败了那个兵王，他怎么会这么强？傻丫头，你这是喜欢上叶先生了？哦，现在他老婆要跟他离婚，你正好有机会啊！哎呀！我的手，他身上还有东西！喂，给我跪下去！小子，你只会偷奸耍滑是吧？有种就把身上藏的东西都摘掉，咱们公平对决。我家少爷身上负重足有800斤，穿在身上只能发挥出30%的实力。如果脱掉，你连他一根手指头的力量都扛不住。给我死！这怎么可能？玩阴的是吧？这废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你学过功夫？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沈清言，你对我的实力一无所知，我对你也彻底失望了。今天，我叶展渊就跟你们全家恩断义绝。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却连这种事情都瞒着我，叶展渊，你骗我骗得好惨啊！哼，本来少爷是想等你这次回来，跟你彻底表明身份，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个贱人，就等着知道真相之后后悔求饶去吧。真实身份？你到底是谁？老东西，我段威和你，也是你这只叫花子有资格评判的。少爷小心！这次是空弹头，再敢对我的女人不敬，要你的狗命！老公，你终于来了。在机场见了几个龙国高层，耽误了时间，让你受委屈了。哎，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他刚在北欧那边解救了50名遇难同胞，这次特邀回国呀，一定会被上头委以重任。怪不得沈总宁愿婚内出轨，也要给他生孩子，确实比叶少强太多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爱的男人。一下飞机啊，就有龙国的高层亲自接见。有时候呀，人与人的差距比人与狗的差距还要大。你说的没错，但谁是人谁是狗，你还没有看清楚。好了，别拿我与这种底层蝼蚁比较。庄园和安保公司转让的事办好了吗？还没有。你怎么这么没用？连这点小事都要我亲自出手。哼，你就是叶展渊吧？我段威虎看上的东西，都是别人主动分享。你现在交出来还来得及。我老公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对你跟这条老狗手下留情。你们不要不知好歹。这就是你眼中的真男人，大英雄，连这点资产都没有，要霸占别人的公司和房产，这跟强盗和土匪有什么区别？放屁！我家大人那是刚刚回国，还没来得及置办产业，但他明天将参加国主的丰龙宴，与那位传奇战神镇海骁龙一起受封。未来的成就恐怕还在那位之上。要你点东西，那是看得起你。放肆！镇海骁龙大人是全球雇佣兵的信仰，一代传奇，更是我一生崇拜的偶像。我纵然有些成就，但怎配与那位相提？对不起，是我错了。哼，你就是一个勾搭有妇之夫、毫无底线的烂人，现在还好意思在这儿耀武扬威，你还要脸吗？老狗，我从一无所有，靠自己的能力做到如今的地位，他不过是靠挥霍祖上遗产，混吃等死的废物，也配与我相比？亲言爱慕强者，选择我何错之有？我喜欢威虎的全部，愿意给他生更多的孩子。而过去的3年，我花你的每一分钱，我都觉得恶心。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就算你给我再多的钱，你也留不住我。等明日丰龙宴后，我将追随那位战神一同为国效力。到时候，你与我的差距便如同横跨整个太平洋，更加不在一个层级上。哼，那我倒要亲眼看看明天的丰龙宴，你见到你的偶像镇海骁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你还真是天真啊！受邀丰龙宴的呢，无一不是全球各国的大人、皇室贵族。以你的身份，根本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老公，你能跟上头申请一下，把我带进去见见世面吗？那是自然，我不但要带你进去，还要请求镇海骁龙大人为我们证婚。届时，你将在万众瞩目之下，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威虎，你不嫌弃我结过婚，还要在丰龙宴上当众娶我？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怀了我的孩子，过去1年又心甘情愿地伺候我，我自然要给你一个说法。我段威虎一生行事，从不亏欠任何人。威虎，我爱你，给你生孩子是我此生最正确的决定。你们这对狗男女真是不要脸！沈清言，段威虎，我发誓，明天的丰龙宴将会是你们一生之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哈哈哈哈哈！嫉妒我姐夫在这无能狂吠呢，废狗，连我都不把你放在眼里，更别说我姐夫了。我知道你现在生气是因为舍不得我，不过我根本不在乎。我已经决定答应威虎的求婚，并把我的全部家产拿出来支持他的事业，成为他的贤内助。你的资产？你有什么资产？你们全家的钱都是我家少爷给的，现在你居然要倒贴这个奸夫！哼，这世上怎么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叶少这些年全心全意的为沈总付出，要是当众被离了婚，那可就真成了笑话了。以后哪还有脸见人呢？沈总现在的难是段战神，人家名声在外，战功赫赫，就算那位传奇战神和国主知道，也会成全他。姓叶的，我女儿这是在给你讨好她的机会，别不懂得珍惜，乖乖的把协议签了，她可以悄悄跟你离婚，也可以为你保留几分颜面。
沈清言，明天的丰隆宴上不是你跟我离婚，而是我要休了你，而沦为别人眼中的笑话，是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杂碎，你找死！回国，跟这种蝼蚁计较，只会降低你的身份。他现在不过是因为失去我而变得气急败坏。像他这种继承父辈遗产苟活到今天的废物，不会有任何女人愿意嫁给他。废物！我姐当初怎么嫁给你？离开我姐，你连我姐1/10优秀的女人都找不到。叶先生离开这个蠢女人，会有无数天之娇女排着队主动追求，比如我。你谁啊你？不会是姓叶的，花钱从哪个会所里找来的小姐，帮他演戏的？会所里怎么能有这种级别的美女啊？姐，我怎么感觉她比你还好看？哎，那不是号称江南第一美女、龙国第一科技集团的总裁林乔伊，林总啊？哎，我听说龙国最顶尖的几位大少一直在追求林总，人家看都不看，他怎么会主动追求叶少啊？什么？她就是传说中的林大小姐？叶展渊怎么会跟她认识？林小姐，你这是……别动！你救了我一命，还不让我还你个人情了吗？可是怎么是觉得我没有你老婆？哦不，没有你前妻好看，不能给你争面子啊！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搂紧点。我还真是要谢谢你啊！如果不是你有眼无珠主动离开，恐怕我这辈子都得不到这么好的男人。好啊，你叶展渊，你早就背着我跟这个骚货勾搭上了是不是？你就是一个虚伪的禽兽！我之前一直苦苦追求叶哥哥，可他都说他有老婆了，一直拒绝我。而现在你不知廉耻，婚内出轨，还主动提出离婚，我大胆追求我爱的男人，怎么了？你别说我和叶哥哥还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就算是做了，你一个小贱人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秦叶子，我不得不承认，你在别的方面一无是处，但吃软饭的功夫可是一流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林小姐应该是欠了你人情，被你临时找来演戏的。肯定是这样，要不以林总的身份，怎么可能砍成这样？怎么，你们不相信啊？那本小姐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吻我。我怎么样？这下你们相信了吧？微虎，帮我教训这对狗男女，让他跪着把字签了。我要让这个贱女人知道，叶展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明日就是丰隆宴，我不想再众人受这麻烦，给那位大人物和国主留下不好的印象。等明日过后，我受到重用，别说是他的房子和公司，我要拿走属于他的一切，让他知道惹了我女人的代价。拿走他的一切？好，微虎，你总是能把事情考虑得那么周全。姓叶的，你听到了吗？明日过后，你将一无所有。我要让你下半辈子变成乞丐，让你永远后悔今天招惹了我。沈清言，你比我想象中还要蠢10000倍。我明天倒要亲眼看看丰隆宴上你见到镇海骁龙时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死鸭子嘴硬，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明天就是你的死期。我们走。各位，之前是我有眼无珠，看错了人，欢迎大家来参加明日的丰隆宴。我和沈清言的事情会有个了断。叶少，你真要去参加丰隆宴？你如果去了的话，这个沈总还有段战神，他们一定会羞辱你的。对啊，叶少，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段战神毕竟是雇佣兵组织的首领，你惹不起他。哼，惹不惹得起，明日自会有分晓。这不，叶少，现在你也单身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我女儿啊？谢谢林小姐刚才陪我演戏。
哎呀，叶少，你别看见我来了就停了呀！你们继续，我不介意啊。不是，这林小姐还是单身，这要是传出去，我也不介意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一直陪你演下去。啊？是啊，少爷，您跟林小姐才更般配。我现在不太想考虑感情的事情。叶先生，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吗？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啊。不管怎么说，你救了我们父女，我们都应该好好感谢你一下。我女儿投资了家餐厅，菜做的还不错。叶少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吃个饭？好，来，这杯钱。少爷，之前沈家花的一直都是您的钱，这现在取消对沈家的一切供给，车子、房子、公司还有股票全部收回，还有他们放在我别墅里的那些东西，也全部扔出去。是，我立刻去办。是，我立刻去办。哦，对了，少爷，还有一件事，之前您要在凤凰宴上给沈清言一个惊喜，补办一场世纪婚礼，取消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经把贺礼准备好了，其中包括国主还有各国皇室准备的贺礼。这突然间取消的话，不论对您还是对龙国的颜面，这都……如果不取消的话，还要送给沈清言那个贱人吗？属下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林小姐也挺不错的，她对你也有意思，要不您把她娶了？啊，不行，我跟人家林小姐才认识1天，她是为了报答我才跟我演戏的，这多不合适啊！少爷，您真是个直男啊！林小姐看您那眼神都已经拉丝儿了，这您都看不出来？不行，所有的安排不能变，到时候您不想娶也得娶。姐夫，这是京都最高档的酒店，我在这儿嘎嘎好使，在这儿请您吃饭不给你丢人吧？小旺啊，在这京都还算是有头有脸的大少，人脉还算可以。今后我让他好好给你做事。青言之前没有吹嘘，你确实还可以，勉强入得了我的眼。去，叫兄弟们吃饭。哎，等会儿，姐夫，这是顶级餐厅，人均最低消费也得好几千，你的那些手下都来吃啊？怎么，以我的身份，不配叫兄弟们在这儿吃吗？小旺，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威虎他贵为战神，又是受上头钦点回国，这衣食住行自然是要最好的，没有人比他更配享受这些了。对不起，姐夫，我知道错了。反正最后也是姓叶的那个废物买的，花的又不是我的钱。哎，姐夫。沈少，我们这是高档餐厅，您看您带的这些人，瞎了你的狗眼！这些都是我姐夫手下的害店，海外的雇佣军，能来你这吃饭是给你脸的，你懂不懂啊？雇佣兵，那麻烦您请他们收敛点，不要有事儿。先生，这是菜单。胡郎，告诉他我吃饭的规矩。我们家大人吃饭从来不点菜，把你这一整本上的菜都上一遍，还有把你们店最好的酒都拿上来。啊？所有的菜都上一遍？可是废什么话？叫你上你就上，我姐夫的身份还能差你2个破钱？是，各位稍等啊，我马上安排。经理，这沈家人之前来吃饭都是叶少买的单，可叶少刚刚已经打过电话说以后不再管沈家人了，他要是付不起钱怎么办？他那姐夫应该挺有钱的，先让他吩咐上吧。都21世纪了，应该没人吃霸王餐。很少能遇见让我满意的酒店了。这算一家，以后啊要常来。姐夫喜欢就好，等你以后啊要得到镇海骁龙大人的赏识，来这种地方那不就跟回家一样简单吗？
走吧，还要提前准备明日奔龙宴的事情。姐夫不愧是战神，这排场嘎嘎有面子。走。沈少，您还没买单呢。买什么单啊？老子平时吃饭都是叶展渊买单，管他要求。实在抱歉啊，叶氏的人刚刚特意打过电话来说，今后不会再为沈家人花1分钱，所以这单得您买了。什么？少爷，少爷，我已经让人把沈家的所有东西都从别墅扔出去了，但是这条丝巾，叶哥哥，这条丝巾能给我看一下吗？怎么有些眼熟啊？这条丝巾当年可是救了我家少爷一命。当年我家少爷被人偷袭，命悬一线，幸亏得到这条丝巾的主人，也就是沈清言的相救，这才保住了性命。这也是我家少爷为什么要娶她，帮扶沈家的原因。只是没想到，这沈清言居然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女人。原来如此，难怪叶少对沈家人如此照顾。可惜了，如果你的救命恩人是个好女人，那必定与叶少成就一段佳话。不对，沈清言在撒谎，救你的人根本就不是他。总裁，我没撞到他，也许只是喝多了的醉汉，我们赶紧走吧。他受伤了，快把他抬上车。总裁，你又不认识他，给他叫个救护车不就行了？他伤得很重，万一耽误不了那么久，岂不是丢下一条人命？快来！快，再快点！总裁，医生说他已经没事了，我们赶紧走吧，飞机马上晚点了。医药费都交了吗？都交完了。总裁，你真是个女菩萨，对这种萍水相逢的人也这么好。好，我们走吧。哎呦，不行了，我要住院！快，护士，医生呢？医生。你只是吃坏了肚子，回家吃点整肠参就好。现在床位很紧张，没地方给你用。我妈疼成这样，你让她回家，你懂不懂治病？滚开，滚开，滚开！走开，走。那个人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他为什么还占着床位？把他的位置让给我妈。是谁救了我？喂，你没事了吧？没事赶紧起来。是你救了我？这是个富二代啊。对，是我送你来医院的。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改变了命运。好你个沈清言，明日的丰龙宴上，我都要好好问问他究竟是怎么救的你。什么？不是你说什么？叶展渊那个舔狗竟然敢不管我们？好了，不就是一顿饭吗？用不着那个垃圾。多少钱？我来。您一共消费206万3千，这样给你抹个零头，3000就不要了。什么？200多万？怎么这么贵？姐夫，这里是京城顶级餐厅，就是这个价。平时我跟朋友来消费也得花个大几十万，而且你的这些手下饭量那么大，还喝那么多台子呢。放屁！我在海外的时候，那么多好酒好菜，最多也就1万块钱。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钱，重新宰我？我们这都是明码标价的，你们光酒水都喝了60几万，再加上海参、鱼翅、鲍鱼之类的，我可1分都没多要啊！姐夫，这里是国内一流城市，不像你在海外的贫民区的大排档，这些钱真不多。行，我身上带的钱不够，这顿你请。啊？不是姐夫，这什么事儿？我也没那么多钱呢。你没那么多钱，你请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你就这么招待我？不是，我开始要单独请你，是你偏要叫这么多手下一起来吃的，又不怪我。哎呀，好了好了，一顿饭而已，别伤了和气。叶展渊，我命令你立刻过来把饭钱结了。不是，你还要脸吗？我家少爷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你怎么还好意思跟他要钱呢？你故意停掉给我们沈家的供给，又故意出现在这里制造偶遇，不就是想让我后悔，对你回心转意吗？你这点小伎俩，早就被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制造偶遇，沈清言，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吧？你玩这些恶心的把戏，只会让我对你更加的厌恶。你要是个男人的话，就赶紧去把账结了，我还能高看你一眼。我不需要你高看啊，王经理，以后他们沈家的每一笔消费跟我一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要是再打着我的旗号在这儿骗吃骗喝，把他们全给我赶出去。好的，叶总。我们走。你给我站住！叶展渊，当初若不是我救了你，你还能活到现在吗？你就是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的？你这个白眼狼，当初是我女儿救了你的命，就算她让你去死，你也得义无反顾的跳楼。现在问你要几个臭钱，你还嘚瑟上了，你还有良心吗？就不怕别人戳你的脊梁骨？评叔啊，去把单买了吧。少爷，等一下，你这个贱人，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当初是我救了他，他这条烂命都是我给的，我让他往东，他绝不能往西。你敢打我？这条闪亮的丝巾是我的。3年前的那个雨夜救了叶哥哥的人也是我，只不过当时把他送到医院之后，我有急事先走，没想到被你这个贱女人冒领功。什么？什么？什么？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巧？你撒谎！明明是我女儿救了他。那好啊，请问你是在哪个路口，在什么场景下救的叶哥哥？送去医院的监控记录有没有？有哪个医生、护士能为你证明？说不出来是吧？需不需要我把当时的监控录像，还有医院的缴费记录拿出来给你们看看？林小姐，当年真的是你救了我吗？当初你受伤昏迷倒在路边，是我送你去的医院，只不过时间隔得太久，我没认出你来，直到看到这条丝巾，我才想起来。哈哈哈哈哈哈！缘分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啊！叶少，这回没话可说了，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这回没理由再去救我女儿了吧？当时我昏迷了，我真以为是沈清言救的我，没想到错付你了3年。这不怪你，谁能想到有些人不知廉耻，连这种功劳都要抢？没错，当年的确不是我救了你，但是那又如何？我一直以来都把这个舔狗当做我向上爬的翘楚，而如今我有了威虎，而明日过后，威虎将得到那位大人物的赏识，带我走向荣耀，而你永远是那个被我踩在脚底下的废物。明天的丰隆宴，你得到的不会是荣耀，而是一场噩梦。我会亲手击溃你们的自尊和荣耀，让你们后悔终生的。你这废物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明日过后，你最好不要跪下来求饶。这句话我也送给你。成王败寇，咱们明天见分晓。我们走。你先别走啊，饭钱还没交呢。闭嘴！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为了区区一顿饭钱，求那个废物。先生，您看这饭钱，催什么催啊？你们有多少钱？大家凑一凑。啊！我活了这么多年，还第一次凑钱买单，这也太丢人了。是啊，姐，以前我出门都是那个姓叶的找人帮我买单，这传出去以后，我在我朋友面前怎么混啊？你们能不能有一点远见啊？明日威虎得到封赏之后，将平步青云，今后钱对他来说只是一串没有意义的数字。现在困难一点，都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威虎，我这里还有几十万。都刷完了，还差15万，要不你们再凑凑？别看我没钱。不是老大，我连上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了。愣着干什么呀？把钱都拿出来。啊，老大，我们只是打工的也要交钱啊！放屁！你们都没吃没喝，吃了那就交钱，快快快！3年多没回来了，这还是那个鸟样吗？哎，这不是老沈家的人吗？听说你们老沈家现在发达了。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新姑爷，海外战神雇佣兵首领，那些都是他的手下。战神是多大的官啊？你们可真是了不起。那当然。明日我女儿要跟着姑爷去参加国主举办的丰龙宴，那可是全球最顶尖的人物才有资格参加的。你们呢，就该在屯子里立个雕像，把我姑爷和女儿都供起来吧。他可是这个屯子里有史以来身份最尊贵的人了。老板，您租的这些车时间到了，还续租吗？什么？姐夫，你这些车都是租的？哎，丽娟，你姑爷不是大人物吗？怎么还租车呀？废话，我刚回国，哪来这么多车？您要是不租了，就把费用结一下吧，一共6个小时，5000块钱。把钱交一下，算我借你的。啊，姐夫，我还管我要钱，我真没了。我刚才看到你钱包里还有一张卡没刷，别墨迹，交钱。小旺，做男人目光要长远一点，别学叶展渊那个鼠辈，只能当一只井底之蛙。要是钱不够，可以转发朋友圈，集满60个赞，我可以给你打个8折。我他妈堂战士要你给我打折，快交钱！你们家以前就住这种地方？对不起，威虎，我们回家吧。你不是说你们家住大别墅吗？这就是你们家大别墅啊？都怪姓叶的那个废物，把我们赶出来了。这是我家的老宅，只能暂时先委屈你一下了。妈，这些鸡呀、鸭呀，还有狗啊，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我以为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就把院子租出去了。就这，还是我跟别人商量着临时回来住一晚的。你让本战神跟这些畜生住一起，那我有啥办法？我也想住叶展院的大别墅，还不是因为你，我们才被赶出来的。想我沈梦也是金圈有头有脸的阔少，现在沦落到这种……你们给我闭嘴！威虎他不嫌弃我，愿意娶我，今后我们全家都应该全心全意的伺候好他，为他做事。就让你们临时委屈一天，这都坚持不了吗？威虎，对不起，他们不懂事，今后我会好好教他们的。算你懂事，有大局观，知道眼前的困难是对你最后的考验。让他们把院子收拾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走吧。我1年前接到上头命令，就开始着手做这件衣服，为的就是在明日丰隆宴上，您能够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出您的风采。不知道您是否还满意？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不错，我很满意。好，我马上派人送到您家里。派人去调查一下段威虎的背景。他和他的手下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怎么可能从暗夜裁决手里救出沈清言？而且沈清言身上有我送给他的那个东西，绝对没有人敢碰他。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少爷，您是怀疑他很有可能是灯塔国扶持的间谍？好，我立刻去办。我看中的就是这套。确实不错。威虎，明天你穿这身参加丰隆宴，肯定能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人靠衣装，虽然本身气度不凡，但偶尔也需要衣服衬托一下。去把钱交了吧。你好，一共36万。啊？怎么这么贵啊？才30多万而已，怎么给我花钱心疼了？不是威虎，我卡里钱不太够。你怎么回事啊？出门的时候我让你把所有的钱都带身上，我全部的钱只剩下10万了。怎么可能？之前在海外，你每个月光经费开支都给我转大几百万，你怎么会没钱？那些钱都是叶展渊的，他现在跟我断绝了关系，那些卡都刷不了了。你真是个废物！离开叶展渊，你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办得好？没想到沈小姐离开您之后，竟然会落魄到如此地步。要不我把那套衣服送给她。叶展渊，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你还说你不是故意跟我制造偶遇。王经理，这沈家人跟我以后没有任何关系，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们优惠。好的。你故意看我笑话，你得意是吧？我告诉你，你穷的就只剩下几个臭钱了。几位到底买不买呀？不买的话，请马上离开我的店。解放，要不咱们走吧，这儿的东西也太贵了。你懂什么呀？这里是龙国的达官显贵才会来的高端私人服装店。我打听过明日参加丰隆宴的宾客，他们很多都在这里订了衣服，甚至我听说镇海骁龙大人的专属礼服也出自这里。只有这里的衣服才配得上我的身份。可咱们也买不起啊。把这破玉佩抵押了，应该能值几个钱。青言，这个传承了1000年，是我叶家的象征。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受到欺负。它的价值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我把它送给你。你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你不仅是我的救命人，以后也是我叶家的女主人。来。展渊，你真好。什么？
把他抵押了。怎么，你不乐意啊？之前协议的事情你办不好，现在抵押破项链你也婆婆妈妈的，你还有什么用啊？魏虎，你别生气，我没不高兴。乖，我以后啊会给你买个更好的。这破项链也够换这套衣服了吧？这个蠢女人，这可是传承千年的智慧，她竟然不懂珍惜，今后得知真相，恐怕肠子都不会清。绰绰有余，把衣服拿给他们。叶少，很好。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们沈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刀两断。废物，我最多再让你嘚瑟一天，明日丰龙宴过后，看我怎么玩的死你。我还是那句话，明天的丰龙宴将会成为你们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噩梦。这废物祖上留下的遗产还剩多少钱？最起码也得20-30亿。我明日不光要请镇海骁龙大人为我伺候，我还要让他把叶展元所有的财产都判给你，我要让他一无所有，变成乞丐。我分一半就可以了，不至于全都拿走吧？怎么，你对他余情未了，舍不得吗？你别误会魏虎，我没有。哎呀，姐，这钱你不拿，你接的叶展元那个废物他能守得住？这些年要不是靠你的能力经营公司，他们叶家早就破产了。就是，白来的，干嘛不要啊？好，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既然他不懂珍惜，就别怪我不给他留活路。叶展元，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怪不了你。沈青年出身卑微，我怕他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感到自卑，所以过去3年我一直扶持他跻身上流，获得自信。可我全心全意的付出，换来的却是他的嘲弄与背叛。今天在这万众瞩目的丰龙宴上，我要让他亲眼看到他所摒弃的男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传我率领3万龙泉军即刻开拔回国，一起见证你们的王登临至高。是。这龙一进面，一笑动千山。沉睡的东方姑国，因为有了他，将再次伟大。女儿们，随我去丰龙宴，贺龙军大婚。少爷，丰龙宴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届时将由2长老亲自为您册封。对了，之前补办世纪婚礼的流程都取消了吗？啊？之前我并不知道林小姐才是我真正的救命恩人，才让叶萍取消的。您之前不是让我取消了吗？既然取消了，那就算了吧。少爷啊，属下跟您这么长时间，能不知道您的心思吗？您就等着到时候迎接惊喜吧。叶先生，叶先生，长河兄，不是让你代表国内的家族给少爷送贺礼吗？你怎么还没去？叶先生放心，贺礼早已准备就绪，总价值超100亿，是全国所有大家族对龙军的一片心意啊。还不错。那你这次过来还有别的事儿？萧某的确有一事相求。我那不争气的儿子你也知道，我想让他代表我给龙军谢礼。一来呢，是能让他见见世面；二来希望能得到龙军的赏识，以后能给龙军当个下人奴才，也算是我萧家几代人修来的福气呀。我家少爷虽然身居高位，一人之下，
但性格谦和。只要你儿子不犯错，自然少不了重用他。谢谢叶先生，谢谢叶先生了。这就是龙国社交的天花板吧？我这辈子都没来过这么高的宴会，果然是跟着姐夫才能够长见识啊！瞧你们那点出息，带你们来不是让你们给我丢脸的。威虎虽然比不过那位传奇战神镇海骁龙，但在这丰龙宴上也是受人瞩目的大人物。他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们带进来，你们不要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一样给他丢人行不行？女儿，我们知道错了。是。哎，那个废物怎么混进来了？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你以为出现在我面前刷存在感就能让我对你回心转意吗？你还真是傻得天真啊！废物，赶紧滚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别再丢人现眼！是吧？你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纨绔，我不想跟你计较，别招惹我。哟呵，你这个垃圾还敢骂我？我今天他妈的吃定你了！滚！姐夫，这废物敢打我，你替我弄死他！叶展渊，之前是我对你太宽容了是吧？才让你蹬鼻子上脸。威虎，不用给我留情面，狠狠的给我教训他。一个蝼蚁而已，也就只能欺负普通人。你别急，这里是丰龙宴，闹得太狠只会丢我的脸。等宴会结束，我有100种方法可以玩死他。姐夫，那现在就看这个家伙欺负我。当然不是，能来丰龙宴的每个人都非富即贵，绝不是这种蝼蚁有资格进来的。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他一定是偷偷溜进来。一旦被发现，下场会十分凄惨。不管是你来的正好，这里有人敢擅闯丰龙宴，你最好当众处理他，以儆效尤。这位先生看着面生，请你出示邀请。我没有邀请函。废物，露馅了。不管是我可以证明，这个家伙呢，就是一个继承祖上家业、混吃等死的废物，怎么可能邀请函呢？你就应该把他腿打折，像狗一样的扔出去。杂碎，我能带青爷全家光明正大的出席这种顶级宴会，而你只能像老鼠一样溜进来，然后被扔出去，这样就是你与我之间的差距。顶级宴会，的确，这里即将成为全球瞩目的中心。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以客人的身份来见证传奇的，而我就是主人，我就是传奇，自然不需要邀请函。你这种垃圾，除了吹牛逼、说大话，也没别的了。吴管事，愣着干什么呀？这种垃圾的存在，只会降低丰龙宴的档次。等等，这里的确有人不需要邀请函就能进来，他们每一个都是无比高贵、全球顶尖的大人。你说什么？你个贱人，就等着知道真相之后后悔求饶去吧。真实身份？你到底是谁？莫非他真的有非同寻常的身份？把那份名单给我。这废物叫叶展渊，你别看错了啊！名单里并没有姓叶的贵宾。我就知道这废物肯定是在撒谎，假的真不了。老姐，从我这儿像狗一样的爬出去。叶展渊，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与我老公的差距。任你如何表演，都只会像一只跳梁小丑一样贻笑大方。只可惜呢，你无法亲眼看见我老公受到封赏，走向神坛哦。喂，杂碎，还不快滚！你没资格让叶哥哥走。吴管事，叶展渊是陪同我进来的，忘记和您说了。
原来是林小姐的朋友。如果是其他宴会，当然没问题。丰隆宴名额有限，就算是您，也不方便带朋友进来。小贱人，你听到了吧？被打脸的滋味不好受吧？你以为你是我老公吗？说带几个人就能带几个人啊？那如果他是我的家人，是我的老公呢？哈，林家大小姐从来没有过绯闻，怎么突然有老公了？哎，龙国好几个顶级阔少，可是苦苦追求了林小姐多年，没想到被这小子给截胡了。哇，厉害啊！林小姐，其实你不用这么帮我，要是传出去，你的名声都……谁说我是在帮你？我倒追你不行。林小姐，这里是丰隆宴，你不能胡闹。怎么，你不相信？你愿不愿意娶我？可是我刚离过婚，喜欢就是喜欢，我管你离过几次婚呢。只要我认准的事情，就会大胆去争取。哎呀，你个大男人怎么还婆婆妈妈的？我愿意。亲我。啊！这废物连我都不如，怎么可能娶到这种极品？我不服！不管事，现在他可以留下了吧？既然是林家的姑爷，自然可以。什么姑爷？说白了是个倒插门的赘婿，把男人的脸都丢尽了。你把你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让所有人都知道，过去3年他是怎么舔你的，你心里又是多么的嫌弃他。威虎，你能不能别这样？这么多人传出去，对我的名声也有影响。你还真是没用，什么事情都做不好。那我来替你说，你连自己的女人都守不住，舔了她3年，给了她最好的一切，结果呢，她还是遇到我就爱上了我，并且愿意给我生孩子。女人啊，都喜欢强者，用不了多久，你也会后悔选择这个废物。那是因为沈清言冒充我的救命恩人，我为了报恩才全心全意的付出。反倒是你们，连出轨这种肮脏龌龊的事情都能拿出来炫耀，还有廉耻心吗？不知廉耻的是你这个吃软饭的废物！这是龙国首富世家萧家大少，传闻他是林乔伊的忠实追求者。看来今天不用我们出手，萧少就会处理掉这个废物。废物，直面死亡吧！你想靠吃软饭，想靠女人苟活，绝无可能。男人必须要靠自己才行。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差距。乔伊，我追了你5年，5年，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你说你选一个比我强的男人嫁了我也罢了，但你偏偏选一个吃软饭的废物，你这是存心来恶心我呀！肖阳，我早就和你说过，我们之间只能做普通朋友。至于我选择什么样的男人，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你也管不着。我管不着，大家族的联姻本来就是利益至上，你嫁给我，你们林家就会平步青云。林叔叔，你说对吗？你也不愿意看到乔伊这么任性，嫁给一个废物吧？你在问我的意见，我对我女儿的选择举双手赞同。我都恨不得我女儿马上怀上展元的孩子。什么？你是不是也疯了？你知不知道她若嫁给我，会给你们林家带来多少好处？你们萧家的确有权有势，但我负责任的讲，你们家那点权势，在我女婿面前，如同沧海一粟，不值一提。姓林的，你是老糊涂了，还是真的不知道我们萧家如今的能量了？不妨告诉你，我爸爸刚刚得到一位尊贵的大人物授意，在海外投资1000亿，建机场、买港口，生意网已经布满全球，而这些未来都是属于本少，要本少去经营。而这个废物
他全身上下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不过就20、30亿，连京都的前100都进不了，他拿什么跟我比呀？哎呀，贤婿啊，他呢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偏要跟你比，你也别太低调，就当是为我女儿撑脸面，把你的成就说给1、2样出来。萧家是龙国顶尖的存在，连我林家也不及其1/10。可我爸却对叶哥哥如此信任，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我的功绩。北平远东，南荡索马里。拓土3000，四海臣服。参见龙君。参见龙君。不知道我的这些战绩跟你比，孰高孰低呀？什么？我必须要承认，你这废物别的不行，吹牛倒是张口就来。你所说的功绩比镇海骁龙大人都要高出一头，难道你说你自己比他还要厉害？你这是在羞辱镇海骁龙，亵渎传奇，是该被枪决的死罪。叶哥哥，今天这丰龙宴就是为嘉奖镇海骁龙的功绩而设，这些话不能随便说的，你快给大家解释一下。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是他想收回就能收回的吗？他刚刚那些大逆不道的言论，我们可都是听见了。吴管事，你还不赶紧把这个废物拖出去，最好给我直接枪毙。镇海骁龙，乃我龙国之脊梁，一世传奇，岂是你能亵渎？我看在林家的面上，你现在立刻当众道歉，收回你的不当言论，我还可以网开一面。废物，吹牛逼打自己脸了吧？还不快跪下来认错？你要态度虔诚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放你。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呢？先不说我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句句属实，就算我现在坐到那个一人之下的座椅上，你们这些人也没有任何资格阻拦我，更不配在我面前说3道4。废物，你在找死，你知不知道？那个位置可是为镇海骁龙加冕时准备的，象征着世界之巅，一人之下。你这个大言不惭的说要坐上去，就这一点，杀你100次都不多。别怕，因为那个座椅就是为我而设的，我就是你们口中的传奇战神镇海骁龙。什么？这便是证明。引龙玉佩，此乃镇海骁龙大人的贴身信物。吴管事，你看错了吧？这就是个破吊坠嘛！之前他送给我姐戴了好几年，我姐都不相要的。我曾经听二长老亲口说过，玉佩内藏有真龙虚影，若隐若现，乃是传承1000年的至宝，更是镇海骁龙大人的贴身信物，绝不可能有假。属下参见镇海骁龙。参见镇海骁龙。他竟然是镇海骁龙，我居然抛弃了他，还把这件至宝给扔了。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镇海骁龙？那位传奇可是我此生追求的信仰，怎么可能是这个废物？起来吧，我说过，今天这场丰龙宴是你们这些人一辈子的噩梦，因为我就是你们口中的信仰。传奇就站在这儿，告诉我，你们后悔吗？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只一叶障目，不识参天之龙，我女婿的身份，也是你们有资格亵渎的。你真的是镇海骁龙，龙国真正的脊梁，传奇战神。这样的我，你喜欢吗？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普通的富二代，现在我好像配不上你。真的笑死我了！你们都被这个冒牌货给骗了。小少，你这是何意？你们有所不知，
今日的丰隆宴，镇海骁龙也只能排在第二，而台上那个王座，是给另一位真正大人物准备的，那位便是传说中的龙君。龙君，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你身份卑微，自然不知道这种层面的事情。如果说镇海骁龙是当世传奇，那龙君便是一段神话。据说传承千年，与国同立，从冷兵器时代便征战四海，建功立业。龙君向来一脉单传，没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没想到这次丰隆宴居然是为那位而设。萧少，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准确吗？准确吗？本少今日来，便是替我父亲赴宴，要代表龙国所有的顶流世家，向龙君献上贺礼。补办婚礼的事情，难道评书并没有取消？看来他是想给我制造一份惊喜。那你为什么说他是假冒的？因为我父亲亲口告诉过我，龙君会和镇海骁龙一并赴宴，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像这样的大人物一定会压轴出场，惊艳全场，怎么可能会像这个废物一样，一个人没有任何牌面？那他肯定是个冒牌货呀！没错，他绝对不可能是镇海骁龙。我跟这个废物在一起3年，他什么德行，我比任何人都要看得透彻。像他这样的垃圾都能是大人物的话，那我岂不是也可以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了？哎，沈小姐，话也不能这样说，你的确是今日的宴会焦点之一。小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待会儿要送上的贺礼，便是送给你。我？没错，来人，上贺礼。诸位请看，这是全球96个国家的顶级庄园，这是岛国皇室传承300年的至宝樱花凤羽砂骨，这个是海外6个金库的所有权，还有最后一件贺礼，乃是国主题字凤仪天下的封号。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我的？你刚才不是说这些都是龙君的吗？这具体原因嘛，喂，爸，我马上到会场了，你放心，我一定把事情办好。什么？计划有变？礼物要等龙君大人到了之后亲自送给他。可之前不是说好了吗？龙君大人要用这些礼物补办婚礼，送给沈清言沈小姐。好的，我知道了，我按照你说的做。挂了。本来龙君是想把那些贺礼送给沈清言，可那个女人有眼不识真容，竟然主动抛弃了龙君大人。这泼天的富贵只能拱手让给别人了。虽然我爸让我把礼物亲手送给龙君，但我又没见过龙君大人，现在送给沈小姐应该也没问题。说不定我这么做，龙君大人反而会更高兴。好在龙君大人的意思我也不敢揣度，我只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沈小姐作为结婚的贺礼。哦，我懂了，一定是龙君知道我姑爷要在宴会上求他为我女儿赐婚，提前准备好了礼物。哎呦，我的好女婿，没想到你这么有能量，竟然能得到龙君大人的看重。
微虎，是不是你提前见过龙君，故意给我准备这场惊喜？我太幸福了，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这下呀就说得通了。虽然我没有见过龙君，但我想他老人家必定是一位爱才惜才之人，看中我未来无穷潜力，所以啊，才提前封赏我。废物，看见了吗？这就是我姐夫，连龙君大人都要主动拉拢的顶级人才。而你呢，是连撒谎都不会的傻屌。我要是你啊，就赶紧跪下爬出去，祈求龙君大人原谅。嗨，我真的是要被你们给蠢笑了。这些东西一看就是提前了很久准备好。段威虎才回国了1天，你们用膝盖想一想，这些东西也不是准备给他的呀。萧长河怎么着也算是人中豪杰，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蠢货的儿子？你爸爸在家没有教过你做事之前要先把眼睛擦亮的道理吗？真是蠢到家了！你他妈敢羞辱本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叶展元，你不用在这里巧舌如簧。既然你说这些贺礼不是龙君为我和青岩大婚准备的，那又是送给谁的？我。你？没错，我就是龙君。没错，我就是龙君。笑得我肚子都疼了。之前你冒充镇海骁龙，现在又冒充龙君，怎么？你觉得一个人死还不够啊？想要被株连九族一起去死？段战神说的没错，你这个废物死定了。不过乔伊，如果你现在能够回心转意，回到本少的身边来，我可以考虑去求龙君大人饶了他一命。不然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救得了他。假冒龙君是大罪，这回真的惹麻烦了。我们还没结婚，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把我林乔伊当什么人了？大不了我舍弃林家全部家业，也要保你一命。倒是没这个必要，不过就冲你这份决心，叶家女主人的身份，你配得上。还在这儿吹牛呢？老子让你跪下！你听不懂吗？我让你跪下！啊！看来你爸在家没有好好教育你。看在你爸给我本本分分、尽心尽力做事的份上，那我就替你爹好好教育你。啊！你敢打我？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射死他！看来不用我们出手，这个废物死定了。他自己无能，却总奢求远超他能力之外的东西，有这种下场是他活该。快开枪啊！射死这！动手！给我动手！你死了！我爸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爸这么生气。我告诉你，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我说的，爸，你终于来了，快！畜生，跪下！爸，你打我干什么呀？长河兄，你萧家3代积累，100年家产就要毁在你这傻儿子手上了。叶平，他只是这废物身边的一个下人，怎么会跟龙国首富一起进来？萧长河，拜见叶先生，是我教子无方，我愿意代子受过，请叶先生责罚。我不会出幻觉了吧？堂堂龙国首富1顶1的人物，竟然给叶展元跪下了！女儿啊，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叶展渊有可能是我们招惹不起的大人物。萧长河，你生了一个这么不争气的儿子，的确不配再为我做事了。即日起，除去你龙国首富的身份，带着你萧家全族去飞鹿原剑，就当是将功补过吧。谢叶先生不杀之恩。爸，他就是个废物，你给他跪下干什么呢？你给我闭嘴！
你知不知道叶先生是什么人？他不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吗？瞎了你的狗眼！叶先生真正的身份可是……龙君没有公开身份，可能是有其他用意，不能再犯错，还是等他亲自揭晓自己吧。他什么身份？继续说啊！怎么憋不下去了？文虎，我感觉这个叶展元的身份不简单，咱们还是别招惹他了。他算个屁！我调查过，叶家的确当过雇佣兵，为龙国贡献过这么一丁点的功劳。国主这次召开丰龙宴，的确表彰过去功臣的意思。这个奴才和这个废物啊，不过是仗着祖上那么一点的功德，做最后一次嘚瑟，仅此而已。哦，叶家传承1000年，以国而立，从老祖宗起就在海外为国建功立业。之前龙君害怕他妻子沈清言知道自己的身份之后自卑，用了3年的时间扶持沈家跻身上流，同时带领龙爵军团横扫海外，让龙国屹立于世界之巅。今日老夫终于能昭告天下，让世人见证我龙国之魂镇海骁龙龙君的绝世风采。是啊，谁会想到镇海骁龙与龙君竟然是同一人？立刻备车，赶赴丰龙宴。是。威虎，还是你有眼界，一语便道破了这场闹剧。他们叶家呀，虽然靠着祖上的微薄军功勉强跻身这丰龙宴，但那毕竟是过去。我老公段威虎才是如今的大功臣，龙国的顶梁柱。萧首富，我身为被龙君赐婚，同时被国主赠礼凤仪天下封号的身份命令，不许给这个废物当亲，而且我要让他滚出去，立刻在我面前消失。这个蠢女人，她原来根本不知道龙君的身份，是骂他还是不骂他呢？沈清言，你真当自己是个单位吗？都到这个时候了，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悔悟和自知之明吗？悔悟？我得龙君赠礼，得龙主封号，放眼全场，有哪个女人比我高贵啊？再别说这个江南第一美女林乔伊，在如今的我面前也是完全不值一提。我不知道有多享受现在的人生，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悔悟？沈清言，你当真是无药可救。我真的特别想看到你如是珍宝的那些财富、权利，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消失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表情啊？你看不到那一天了，你的下场只有一个死字。萧首富，我命令你立刻把这个废物给我轰出去！沈清言，我奉劝你一句，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太绝？以我的身份，需要考虑一个废物的感受吗？我命令你立刻马上把他给我扔出去！老子他妈忍你很久了！你敢打我？我是威虎的妻子，我是被龙君赠礼的女人，更是被国主赐予封号。你不想活了吗你？哼！这个血大阴脑的白痴，就凭你在市场上卖淫的出身，在婚内出轨与奸夫怀上孩子的贱人，也配凤仪天下的称号？我呸！这些聘礼根本就是送给你的，你醒醒吧！不是我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二虎，我有些害怕，这个叶展元刚才说的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这绝无可能。纵使像我这种人中豪杰、天之骄子，在镇海骁龙大人面前，也只能望其项背，只有效忠的份儿。更何况还有比镇海骁龙更高一段位的龙君，他绝不可能是真的。可是萧首富为什么对他这么尊敬，还为了他不惜得罪我？小首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不然等国主和龙君到来，我必定要向他们讨一个说法。这两个猪脑子都到这份上，还不相信龙君的身份，只是没有龙君的授意，我也不敢说啊。既然你们还不死心，萧长河，告诉他们我究竟是谁。是。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给我听好了！叶先生，他真正的身份就是二长老到。二长老到。参见二长老。都起身吧。他看到二长老居然不下跪。不用在意这些礼节，沈小姐对我也无需行此大礼。二长老，您这话是何意啊？这次我不光是奉国主之命主持丰龙宴，也还要当众为你证婚。二长老，您真的要为我当众证婚？当然是真的。那些贺礼，国主亲赐的称号都是给你的。怎么，萧长河没有跟你说清楚吗？什么？二长老，您说的是真的？那些赠礼和荣耀，真的是送给我的？龙君这是在打什么哑谜？他隐忍了3年，不就是为了今天当众向沈小姐公布身份吗？萧长河，怎么回事啊？没给沈小姐说清楚。二长老，这件事，爸，你闭上你的臭嘴！二长老都为我亲自证明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的账一会儿再算。二长老，我有一事相求。沈小姐但收无妨，只要我能做到，一定满足。二长老，这是威虎，你应该认识。原来你就是段威虎，我听说过你。刚刚在海外，你解救了几十名龙国同胞的命，很有潜力。今后你就好好的跟着龙君做事儿，前途无量。谢二长老，卑职一定尽心尽力，为国建功立业。某些废物听到了吧？二长老亲口说的话，与我之前说的不谋而合。我注定要跟随龙君与镇海骁龙大人的脚步，成就辉煌。而你说的那些谎言，早已不攻自破。二长老，我要求您的事情就是，将叶展渊这个杂碎立刻处死，当众枪决。什么？你让我处决他？没错，二长老，这个废物多次侮辱我，死100次都不够多的。二长老，还请您处决他之后，再当众为我跟威虎证婚。什么？你让我跟你们俩证婚？后期展渊，你要嫁给段威虎？没错，二长老，还请您成全。沈清言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啊？二长老，我说错什么了吗？以我的身份，还不能处死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吗？你说他是废物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究竟是谁。青言，这么重要的场合，让二长老处决一个垃圾，的确不妥。不过这废物确实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不如就让我出手解决他。废物，你不是很能装吗？你要是接我3招不死，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二长老，这些呢是我的私事，还请您允许我自己处理。正好我也需要看一看沈青年看上的男人，人中豪杰到底有什么实力。废物，你找死呀！哈哈，我姐夫可是一代战神，他一拳就能把这废物打死。这什么战神啊！一脚就被干趴了。我胜都比他强啊！那你上。微火，别动，是我轻敌了。废物，你少他妈得意！我只是在海外受了点轻伤，再加上我身上带着负重，才让你占了便宜。好重啊，足有20-30斤呢，怪不得你没有打过他。20-30斤，这也叫负重啊！我家少爷身上背的可是足800斤的负重。少爷，要不要属下帮您取下来？不必麻烦了，他的实力比我想象中弱多了，我1根手指头就可以对付他。废物，你敢羞辱我，你找死呀！怎么可能？我的手！怎么可能？他怎么会这么厉害？人中之龙，一代豪杰，就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垃圾，也配！姐夫，你不是战神吗？怎么被他一招就制服了？微火，你没事吧？给我看！废物，你再给我牛逼个试试啊！哎呦，这家伙怎么在封路宴上发枪啊？真是大逆不道啊！等我！我命令你立刻把枪收起来！你给我闭嘴！微火，你疯了吗？这可是二长老啊！我不服，他一直偏袒叶长渊这个废物，凭什么呀？我才是龙国的大功臣！废物，给我跪下，跟狗一样求饶，不然我射死你！你终于狗急跳墙了。不过你拿一把玩具枪在这儿威胁我，我是该夸你幼稚呢，还是该说你无知啊？你别激他了，他真敢开枪。没关系，你要知道，弱者他永远都是弱者，就算给你最顶尖的武器，在我这里也是不堪一击。杀了你！徒手接子弹，我不是在做梦吗？他怎么这么厉害？这怎么可能？传闻中只有战力排名第一、打破人体极限的镇海骁龙才能徒手接子弹。你到底是谁？就你这种身手，根本打不过绑架沈清言的暗夜裁决组织。再加上我给他了引龙玉佩，绝对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真相就是，你在跟他们演戏。什么？微火，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说的是真的吗？求你们了，不要过来，不要过来！那就要看你怎么表现了啊！不要！别怕，我是好人。谢谢你救了我。胡了，照我这位命令，我去解决其他人。是。这个女人的老公是个富二代，他手底下有一个安保公司。你救了他这件事情，刚好可以当做你进入龙国的跳板。是，大人。卑职一定不负众望，将远东的星云港拿下，献给你。展元，他真的是暗夜裁决集团派来的间谍？没错，二长老，我派人调查过他的底细。5年前，
他只不过是街上一个游手好闲的混混，犯了事，潜逃出了国外，成为了暗夜裁决的一条俘。不可能！魏火，魏火，你快跟二长老解释，说你不是魏火。给我滚开！你个蠢货！没错，我就是暗夜裁决的人。你比我想象的聪明一些，但那又如何？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儿，成为我手中亡魂！什么？他真的是国外的间谍？不是，魏火，魏火，你不是，你是大英雄，你是龙国的战士。你说过你要给我最好的婚礼，你说过你要让我成为人人羡慕的女人的魏火。就你也配？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你什么逼啊！我随便说几句话骗骗你，就主动跟我上床，你是我见过最下贱的女人。魏火，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还怀了你的孩子啊，魏火！是我逼你怀的吗？你还不是看上我的身份就主动倒贴我？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抛弃这个跟你结了婚、对你千依百顺的男人？我很好奇，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不是大便啊？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你大难临头，还不过来跪下悔过？让我给你跪下，你还不配！今天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死期！出来吧，白蜡首领！白蜡，白蜡可是暗夜裁决集团的创始人，还真的潜入了我龙国。这不必担心，二长老，你让他叫吧。叫吧，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我们不是早就计划好了吗？在风龙宴上动手啊！白蜡首领，你为何还不现身？这人是不是疯了？在这里给自己加戏呢？首领，首领，首领，你出来啊！按计划行事啊！首领，首领，怎么会这样？难道我被组织抛弃了？叫够了吧？看样子不管用啊！该我了吧？暗夜裁决，还不速速现身！念念，琼斯副统领，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你看到了吧？啊，暗夜裁决已经包围了这里，你们全都要死！属下参见副统领。白蜡首领他们人呢？也就带了这么几个人，恐怕控制不了局面吧？那再加上我们呢？那再加上我们呢？是岛国的帝皇山口本藏。原来大人已经和岛国达成了同盟。稳了，这下彻底稳了。如果人手不够，还有我们。这个女首领好像在哪儿见过，光看这气质就不是一般的人。稳了，稳了，这下彻底稳了。大人，白首领大人呢？之前答应过我的那个奖励，你可不会食言吧？这是什么呀？你不是要见白蜡首领？我知道了，首领买来，给我带了礼物，我就知道，他一定想着我。哎，这首领的照片怎么贴在这儿？这里面装的就是首领，当然是贴他的照片。你什么意思啊？白浪，不就是你昨天杀的那个雇佣兵吗？没错，他可能到死都想不到自己的骨灰会被别人放在嘴里品尝。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这是白首领的骨灰。Of course。大人，我代表暗夜裁决正式向龙国投降，此生再不踏入龙国领土半步。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投降？展元，这又是怎么回事？6个小时前，我已经派人把暗夜裁决的总部踏平。从今天开始，龙国在海外再无敌人。不过事发突然，我没有跟二长老提前汇报，望您见谅。哎呀，不愧是龙国的伎俩，真正的国士无双啊！什么？你打败了暗夜裁决？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谁？你这个蠢货，到这个时候了，你竟然还不知道这位的真实身份？展元，现在也是时候了，向大家公开你的身份吧。这便是我龙国之魂镇海骁龙，同时也是传说中的龙君。什么？他竟然是传奇战神镇海骁龙，也是龙君。参见龙君。参见龙君。大家都起来吧。你骗我骗得好苦啊！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跟你说过，但是你听吗？你的眼里只有段威武，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选择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深渊。我的男人竟然是一人之下的王者，我却嫌弃他，主动抛弃了他，我好后悔。陆军，陆军，我是被逼得我一时糊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不想死啊，陆军。季言，你帮我求求情，陆军大人那么爱你，他一定会听你的。你给我滚开！都是因为你，是你害我失去了一切。我混蛋，我是垃圾。季言，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你也不想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孩子，这是国家人才引进计划的批复函。我老公在外为国尽忠，居功至伟，受邀回国，而我呢，怀了他的龙子凤胎，这可是要比100万个穷人生的孩子加起来还要金贵。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肚子现在属于国家战略资。是我主动要给你生孩子。停，姐，你帮我求求情，你帮我求求情，我会好好爱你的。你帮我求求情，我不想死。好，我帮你。你这个杂碎，你给我去死！前方，我姐她知道错了，她亲手杀的那个垃圾，你就原谅她最后一次吧。啊！是啊，好女婿，我们尹家肯定会把你供起来，好好伺候你。在这3年里，
你从来没有叫过我一声姐夫。今后我跟你们也毫无关系。你们的好女婿、好姐夫在那儿呢，去吧，把他埋了吧。啊，展元，我知道错了，你心里还有我的，对不对？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下半辈子我好好伺候你，我爱你，展元，我爱你，展元。你从来都不会爱任何人，你爱的只是你心里的那份权贵和地位。你基因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虚伪的基因，山鸡永远是山鸡，你永远也变不了凤凰。玫瑰，在。这个女人当众杀人，把她还有她的家人都拖出去，按龙国律法处置。是。上。郝女士，你放过我们！郝女士，展元，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能这么对我！展元，你不要！少爷，现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了，您是不是要跟少夫人一起完成仪式了？我配不上你。但是我没有宣布身份之前，是你主动是要嫁给我的。那是我不知道你是龙国的大英雄，更是至高无上的龙君。那我现在以龙君的身份，要求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陪我一起君临天下。